Hello，大家好，我是不好发音不能触摸的王秋裤。那么我现在呢，在宁波的慈城古镇这里啊。前两天呢，听当地人说，这边是宁波这里古建筑保存的比较多，也比较完整的一个古镇啊，而且呢，也是一个4A 级的景区。好了，那么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吧，走。这个视频是这次宁波之旅的最后一个视频啊，也是第3天的下午了。这个视频呢，我们就不吃美食了，一起来逛逛古镇啊。我们是从宁波市中心打车到这边的，花了64块啊。这个古镇就是慈城古镇啊，也是一个4A 级的景区了，里面包括了几个小景点。首先呢，来到了孔庙，门票是20块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慈城的孔庙位于城内中心位置上啊，建于北宋雍熙元年，比现今北京的孔庙还要早318年啊。原貌还是保留的比较好啊，仿佛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从孔庙出来，来到慈城古镇的老街上啊。慈城古镇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西北部，与宁波市中心城区相距20公里，与余姚、慈溪、镇海接壤。整个慈城古镇也是江南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县城啊，有江南第一古县城美誉。这个是古镇上的一个古建筑啊，叫做贞节坊。我们看上面雕刻的图案还是比较精美的啊。现在来到慈城古镇上面另外一个小景点啊，叫做孝事馆。孝事馆通俗点来说呢，就是考棚，在古代其实就是一个科举考场的意思啊。这个是孝事馆的第一道门啊，仪门。我们来看一下注解。慈城的这个孝事馆建于清朝啊，1835年的时候造的。这边原址是有6个考场啊，现在呢只剩了4个。我们来着重看一下玄黄2个考场，里面有很多蜡像人啊，都是当年考生的样子啊，非常的栩栩如生。我们看远处还有一个监考官。考场后面这块大堂是当年古代批考卷的地方。最后来到了慈城古镇里面最值得逛的一个小景点啊，古县衙。这个古县衙听说是长三角地区唯一一个真实的古县衙啊，它创建于唐开元26年，也就是738年啊。与电视里面常见的小小公堂不一样，真实的县衙有4万多平方米。门口这2个石板凳，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给犯人行刑的椅子啊？不过后来听别人说啊，这个古县衙好像也是后来重建过的。县衙里面旁边还有一个房间，我们看叫做刑房啊，是给犯人行刑的地方。再往里面走，不是说古县衙吗？里面为什么会有一块这么现代化的场景呢？好突兀啊！我们看到这个啊，慈城县衙内最为珍贵的一段唐代的砖砌甬道，也是盛唐时期县衙门大堂的遗迹啊。现在继续转回到慈城古镇的老街上啊，虽然很多人都说慈城古镇是现在江南地区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个古镇，但是一圈逛下来呢，我觉得和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感觉这些古建筑似乎有点翻新的过头了。而且我们看马路两边啊，商业气息还是挺浓郁的，卖的都不是一些宁波的特色。现在来到了慈湖，很多人都说慈湖才是慈城古镇最美的地方，的确风景很不错啊。再往里面走，这条河在古代是慈城古镇的护城河啊。最后来带大家看一下慈城古镇的古城墙啊，也叫做东大门，也是建于清朝，当年是为了防止倭寇入侵造的啊。大东门在历史上是慈城古镇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和水路的进城枢纽。不过这个城墙曾经于上世纪30年代末被拆除啊，像现在这个古城墙是后来重建过的。站在古城墙上面，我们能看到整个慈城古镇的全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最后来点评一下啊，感觉整个慈城古镇和我想象中还是有点出入的，感觉所有的古建筑都有点翻新过头了，缺少了一点古镇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好了，那么现在从慈城古镇打车到高铁站了啊，准备回上海了。宁波和我们上海最亲密的朋友，有机会呢一定会再回来看你的。
好了，那么本次的宁波之旅视频就拍到这里啦。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个赞、点个关注，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与秋裤进行交流哦。我们上海再见吧，大家再会。